我在接受企业主咨询的过程中，无论是采用排班制或是固定周休2日的公司，都很常会被问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当员工工作满4个小时的时候，是否一定要给予至少30分钟的休息时间？或者呢，更多的情况是员工只需要加班1个小时或甚至更少的时间的时候，但迫于这个规定而一定要排定30分钟的休息时间，对劳工来说反而算是困扰的地方。那像这样子的情况，又是否能够有解套的方式呢？Hello， 大家好，我是 Sean， 欢迎回到 Workforce 劳动力量。其实有很多雇主生怕在排班的时候不小心触发，但是又因为业务需要，很难让员工每工作4个小时就可以马上休息。到底该怎么做才可以在合法的情况之下找到最适合的模式呢？这个就是我很常会跟老板们要来讨论的议题了。这支影片就希望一样透过劳动部的解释令以及实务上有被裁罚过的案例来讨论一下这个议题，并且分享一些经验给各位参考咯。依照劳基法第35条的规定呢，劳工只要继续工作4个小时，雇主就应该要排定至少30分钟的休息时间。但是如果是采用轮班制或是工作具有连续性、紧急性的话，雇主便可以在工作时间内另外调配休息时间。这项规定其实算是一个蛮古老的规范吧。如果从这条的立法理由来看，是延续了劳基法前身的工厂法规定，把工厂法里面原本每继续工作5小时，至少应有30分钟之休息，变更为现行的规定，并且一直沿用到现在的制度之中。然而现在的工作形态越来越多元了，很多的工作根本不能像是一般传统的工厂排定固定的工作时间。虽然这项规定的利益还是希望让劳工不要像机器一样一直连续工作，导致发生职灾的风险提高，但有时候反而是劳资双方都希望能有适时的休息时间调整制度，让整体的业务能够更加顺利的运行，劳方呢也可以有更完整的工作以及休息时间。举例来说有些周休2日的公司希望让员工可以晚一点上班，或是实施了弹性上下班的机制，就导致了员工可能在上午的时段只工作了3个小时，在下午的时段呢则工作了5个小时，合并单日的正常工作时间呢仍然维持在8小时。这样子的班别或许反而是现代劳资双方都比较可以接受的，可是因为下午的时段呢并不符合劳基法第35条所说的继续工作4个小时就至少应有30分钟的休息时间，实务上就很容易因此而引发了劳资争议。事实上呢，早在2019年的时候就曾经有企业因此受到地方主管机关的处分。劳动部在相关的新闻中受访也指出，如果是一般文书性质的办公室工作，下午连续工作5个小时就算违法了，如果要让实务合法的话，就必须要修法。这也导致不少企业会因此感到为难，毕竟要让员工上下午都刚好工作4个小时，则早上的时段势必就要在8点以前出勤，这样子可能反而会造成多数员工反弹，而衍生了其他的争议。虽然依照过往的见解来看休息时间都应该要安排在工作时间之后，才能阻断连续出勤的状况。不过我们在查找了一些解释令之后也发现有些个案不见得都会被认定是违法的。例如在以下劳动部109年的函释之中，就有提到这个事业单位下午的工作时段是下午1点到5点半之间，实际上连续工作是达到了4.5小时。可是劳动部还是认为这样子的情形仍然有符合劳雇双方实务的需求，而算是合法的。从这份函释来看针对劳基法第35条的认定似乎还是保留一定的弹性的。不过我们从劳动部建制的违法雇主查询系统中查了一下近年来曾经违反劳基法第35条的案件量，就会发现全台各地主管机关累积裁罚次数是有达到170次的。虽然相较于其他像是没有依法给付加班费超时工作等等的违规情况来说，还是算相对少数的。可是在还没有修法以前雇主最好还是遵守休息时间的相关规范，让劳工每工作4个小时就能有30分钟的休息时间，是比较保险的制度。当然也有不少企业会主张，实际上业务执行就是会有不能停下来的情况。难道为了要让劳工可以依法休息，就得要马上丢下手边的事情都不做好吗？当然也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前面有提到过，劳基法第35条有个但书的规定，那就是如果采用轮班制或是工作具有连续性、紧急性的话，雇主便可以在工作时间之内另外调配休息时间。
依照劳动部106年的解释令呢，有提到这边所说的连续性是指说一旦执行工作就没有办法中断的特性，而紧急性呢，则是需要视该事件是否需要紧急处理而定。因为没有很明确的标准，而且依照我看过的一些案例呢，劳工局介入检查的时候，往往又会以比较严格的角度来检视，所以建议要使用这个但书规定的话，还是要更加谨慎一点。这边我也简单找了一个近期的案例让大家参考参考。有一家在宜兰的汽车货运业者啊，在被劳检之后呢，被发现有让某个司机在大约下午5点到晚间10点半之间的时间，从车辆驾驶的记录来看，都有持续工作的情形，因此被认定了雇主没有给员工足够的休息时间而遭到处分。虽然这间公司主张啊，是因为受到地震影响，导致部分的路段有实施管制，而让行车的时间更久，而且为了让司机可以及时通过管制的路段呢，才会要求他们可以自行调配休息时间与选择适当的休息场所。而且他们也拿出行车记录图纸啊，出来主张说有2段分别是15分钟以及10分钟的时间，车辆是没有行驶的，所以可能代表司机已经有自行评估合适的地点来进行休息了。结果经过治安署调查之后呢，那2段公司主张的休息时间，实际上应该是因为塞车的情况而导致车辆没有行驶。换句话说，这整段5个多小时的时间都是持续驾车或是待在车上等待，而主管机关又认为公司主张的理由并不符合紧急性的情形，所以经过诉愿之后啊，还是认定裁罚是合理的。另外也补充一下啊，这间公司除了没有给司机足够的休息时间之外，还顺带被裁罚了超时工作以及连续出勤超过法定上限。可见公司可能不是很重视驾驶人的身心健康以及交通安全，所以才会被特别检视劳工的工时情形吧。总之呢，工作具有连续性或紧急性，有时候并不是这么容易就可以说服主管机关的，所以雇主还是要尽量透过人力安排或是业务上的调整，让依法排定休息时间成为原则，因为遇到了特殊状况而另行调配休息时间为例外的情形，这样子才是合法又可以避免员工过劳的做法了。自从104年开始，中央补助了各地方政府聘用劳动条件检查员，针对劳基法的检查次数呢，就开始逐渐的提高。过去都未曾被检查过的企业啊，也都陆续会有了被劳检的经验，或是听了同业的分享啊，也会担心未来会遇到了类似的检查。有些工作时间是朝9晚6、周休2日的企业呢，理论上的工时跟休假是比较固定的，可是为了避免违反劳基法第35条的规定，便会要求员工在晚间加班以前就先休息30分钟的时间，导致员工可能为了加班1小时就可以完成的工作，反而需要多待1.5小时才可以回家了。此外啊，有劳工甚至反映过自己实际上的加班时数都会直接被公司扣掉半个小时当作休息时间，而且向雇主询问之后啊，有些雇主却反而说这就是劳工局规定的啊，这样子笼统的答案。那这些情况又是否是合理的呢？其实从我们前一段的说明就可以知道，法定的规定并不是加班应扣除 0.5 小时的时间，而是因为下午的时段已经连续工作了4个小时，为了避免企业因为没有给予员工休息时间阻断连续工作而不慎违法，所以才会有不少公司啊要求员工在加班以前必须要先休息一段的时间才可以继续工作。我在先前撰写的部落格文章之中呢，有列了2则111年的诉愿案例，这边就跟大家分享其中的一则，就可以知道有些企业啊，因为没有在员工加班前给予至少30分钟的休息时间，而真的会被裁罚，而且后续提出诉愿啊，也遭到了驳回。某家是一般传产公司的法务人员，因为在下午的时段连续工作了 5.5 个小时，被认定有违反劳基法第35条的规定。虽然被裁罚的公司有抗辩劳工加班时是有经过晚餐时间，按照常理来说不可能自己完全都没有休息，因此公司就主张自己并没有违规的地方。然而啊，诉愿决定理由中有提到，我们一般所说的休息时间，是指劳工没有受到雇主指挥监督，而且无需提供劳务或是等待提供劳务的时间，并且这个时段呢，应该要可以自由利用。假如劳工只是在工作的空档去上个厕所啊、喝水等等，可是实际上并没有离开工作场所，那么是很难被认定为休息时间的。再加上该公司并没有办法明确的举证是否真的有给予员工休息时间，因此最后啊还是被驳回诉愿，认定这个裁罚是合理的。从这起案件的细节来看啊，其实这个员工加班的频率还算蛮频繁的，而且职务内容又是属于一般的文书或行政类型的业务。
就算公司主张工作态样符合连续性或紧急性的规定，其实也很难说服主管机关。所以我想啊，这才是最后被依法处罚的理由了。综合前面提到的这些资讯呢，相信不少雇主或是人资应该还是觉得有点无所适从吧。毕竟要在员工的休息时间以及业务顺利运行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并不是所有的行业都可以轻易做得到的。不过以我自己过去担任劳检员以及现任数十家企业劳资顾问的经验啊，简单分享以下几个建议，让大家参考参考吧。第一个呢是劳资双方怎么沟通休息时间的安排是非常重要的。就像前面提到的，有些雇主或是 HR 在跟员工沟通的时候，并没有详细说明为什么在加班之前需要有一段休息时间，导致员工误解成加班时数会被直接吃掉半个小时，久而久之自然就容易引起误会以及争议。因此建议企业对于休息时间的安排以及使用方式，应该要有一个明确的说明，特别是当遇到非常态性的加班的时候，也应该要适时提醒劳工注意自己的休息时间。再来是最好能够明定原则性的休息时段，并且留下相关的书面记录。无论是每天固定的工作时段，还是排班制的职务，最好都应该要事先在劳动契约或是工作规则中订定明确的休息时间运用方式，或甚至在排班表工作日志或是其他的相关文件之中，能够呈现出一个明确的休息时段。这样一来，在发生争议的时候，便可以透过这些书面的文件来作为佐证。此外如果在工作时段之内有安排比较长的休息时间的话，像是餐饮业的2头班这样子的概念，最好也应该要在出勤记录之中呈现出哪一段的时间是劳工不受雇主指挥监督的休息时段。讲白一点就是休息时段如果有打卡的话，就是更好的书面资料了。最后一点是不要把例外的情况当作日常。劳基法第35条的但书有提到，工作是轮班制或是工作具有连续性紧急性的话，雇主才可以在工作时间之内另外调配休息时间。可是就像我们前面有提到过的，什么样的情况才算是工作具有连续性、紧急性？坦白说，遇到争议的时候，劳资双方可能还是会有各自解读的空间，主管机关也可能会以比较严格的角度来检视。所以这种另外调配休息时间的情况，应该是不能太过频繁才对。总而言之呢，如果资方要降低违法的风险的话，尽量还是不要把例外的休息时间调整当作日常的制度，避免发生劳资争议的时候，很难主张工作具有哪些特殊的情况，而难以依法给予劳工的休息时间了。以上就是今天影片的内容啦。如果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也请多多帮我们分享咯。我们就下次再见啦，拜拜。